让我们为了谷兄弟，为了我们的总柜，为了老八家能够得到如此人物，满饮。满意，满意，满意，满意。谷兄弟，你想知道什么是闯王宝藏吗？所谓的闯王宝藏，都藏于山中腹地之处，处处都是高墙壁垒，机关严密，除了老八家，无人能进。有人说，闯王宝藏是闯王仓皇逃亡的时候，丢在山谷里，被八家人捡到的，后来就发了大财。这纯粹是胡说。天底下要有这等好事儿，那八家人自己都得打个死去活来。五兄弟，你说是不是？自当如此。闯王这种身经百战、雄才伟略的人，是剩下18骑人马都能杀出重围的，这样的大英雄，怎么会连军饷、银子都管理不好？是因为他当时已经知道了，恐怕天命已经不属于他，不甘心江山被别人占了，因此他命底下8位部将接管了军中这几10年来积攒的财富。这里面有从崇祯皇帝那儿拿来的，也有从贪官污吏手里罚没的，但这些是大顺朝的立国之本，也是未来恢复我汉人江山的凭据。八家受命于此，就以经商身份掩护，因此这笔财富依然在老八家手里，这份责任也背在肩上。我们祖祖辈辈为了这一天等了很久，将来还得等下去，对吧？这就是老八家。此殿便是存放闯王宝藏的其中一处。这些佛像、罗汉，皆是以纯金打造。大清朝200多年，知道这个秘密的，除了老八家首领之外，就只有你。闯王宝藏，原来不是鬼神之说。这些东西这么沉，他们行军怎么带啊？兄弟，这些话谁也回答不了你。我看你身边的人，也不过就30、40岁，这些东西是200多年前的事了，5代人了。当年顾廷林老先生和傅兴主先生曾经立下一个规矩，让老八家每年把生意利润的1成融化了，铸成金银器物，存放于此，聚沙成塔。你可以说这是闯王的宝藏，也可以说它是黄河以西所有商人的精华。真到了国家危亡要有钱的时候，定要把这里散得干干净净。这是老祖宗救世的一颗心，今天让你看到它，就是告诉你，经商之大道乃济世而利民，天下财富本无主，以天下众生为主。顾平原，谨受教。我把常四给抓了，逼你给我干活，你恨不恨我呀？谈不上恨，无奈而已。不是无奈，你是无路可走啊。也是。小子，我给你指条明路，啊，你抬头看看，看看这些账本儿。
你小子呀，压根儿就不是一个读书人，你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生意人。太玉峰10来年票号积攒的资金，都不如你入主几个月挣得多呀！你本事大呀！哎，你现在还做了老八家的总柜，你说说，我怎么赏你好呢？我身无长物，钱对我来说是累赘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这个钱呐，没钱的人，他才说钱不好呢。钱无善无恶，有了钱，什么事儿都能干成，何来不好呢？有钱人买马车，是希望赶路更快一些。就像你说的，我根本无路可走。快慢于我而言，又有何用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回宁古塔呀？你知不知道那儿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？我信。可是我偏不这样做。你晓得可以帮常老4挣钱，那你为什么不能帮帮我呢？小子，你此时出现在这儿，这是老天爷的天意，就证明咱爷儿俩有缘呐。看看这满屋子的账本儿，这都是我的财富。哎，你懂吗？我懂什么呀？你有话直说。给我做儿子，你该姓王。从此以后，古平原这个人就死了，以前这事儿就一笔勾销，都翻篇了。你手里拿着一副好牌呀，啊，这一屋子的财富全是你的，你替我守住了，以后我死了我就埋在这儿，我替你守着。常老四他就是一介匹夫，他是个凡人。你的良心债已经还了，还要什么良心呢？啊！给您道喜。二位上禅，这是今您老就要上天了，好跟您老说一声，是有王千贵王老爷使的钱，想要坏了您这条人命。将来您到了阴曹地府，您大英雄好汉子，您找他报仇，可别怪罪我们哥俩。我去找他。这是王法，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常老四，这件事我帮你办了，他们父女俩的命都在我手中，我一定会让他们死。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做的，就算我上刀山下火海，那也跟你没关系。你替我守着钱，我可告诉你，那个小姑娘我已经绑了，今夜3更3刻我就会要她的命。我跟他们已经说了，杀人者是王天贵，不是你古平原。你不就是想让我趴在地上，给你当狗奴才吗？做不到。你做不到可以呀，那我也不保你的命了。
老四他们一起相会吧。我们谈笔生意。你跟我谈什么生意呀？你有资格跟我谈吗？啊？闯王宝藏，有没有兴趣？闯王宝藏，这只是一个传闻罢了，几百年了，没有人知道它的秘密所在。况且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老八家发迹那都是一年年的染料，一年年的茶叶这么挣的。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肉掉在我嘴里呀？我告诉你吧，我刚去过。在哪儿啊？老爷子说人可以放了。他说这个李闯王最后是出家当了僧人。我看未必吧，以他的那种性格，怎么可能安安静静的在这里过一辈子？哎，师傅，我家里有场法事要做，还请您帮个忙。这边请。你走前头。这么多死鬼，死了还守了这么一大坨宝藏，这无福消受啊，岂不可惜了？你既然明白这个道理，又何必过来和他们一起守着呢？这个人的嘴我很不喜欢，一会儿把他给我撕了。是。
这里的宝物之贵重，大清就算积累了几百年的财富，也未见得比得上啊。东家，你还满意吧？东家，老师，老师。这就是断龙石，当年修皇陵的人修筑，一旦落下，再无生还的可能。东家呢？给闯王看门去了。王天贵那种人，怎么可能跟你共富贵？你今日知道今日就得死。他的那些保镖，把埋你的坑都给挖好了。赶紧逃离山西，走得越远越好。老天爷，我王天贵比你有钱了，偏是我在别有用。
全国都在挖国葬，马上就新朝了，新帝大赦天下，那个时候你就是自由身了。我现在去买马，到街上走一走，应该很快旨意就到了。哎，先别冒失，再等等，我再出去看看。爹，你让他买马吧。小皇帝的赦令下来了，刚刚县太爷派人在外面喊话呢。郭兄弟，要不你再多住几天？我们在一起还没有好好待够呢。你没看古大哥已经归心似箭了？他若现在有匹马，估计连话也不肯再说半句。四爷，等到什么时候南方平定了，安徽光复了，你可以过来，来我们这贩卖点茶叶生意，运到北方去。好，到时候我一定去照顾兄弟。我家里有半座茶山，有银毫，有猴魁，那可都是好茶，卖到京城，销路应该会很不错。我听说皇上也喝不上新茶，是真的吗？我小时候听过收茶的师傅说，当朝的皇帝喜欢喝金丝龙团和普洱，他知道什么是好的绿茶呢。等我们那儿的绿茶运到了北方，都快变陈茶了，然后拿茉莉熏一遍，香味是有了，但也失去了本味。我在京城的时候喝过那个香片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在安徽恭候您大驾了，您家养好身体，我们争取在安徽能够重聚。一出监狱的门啊，我这两条腿都痒痒了。这1年多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我只有在路上痛快。葛兄弟，一路上多多保重。站，站。哥，这次南下定要周全。是。山下等候。走。差点忘了你是哥哥了。我想送你点礼物，我想来想去不知道送什么，我就送我那素昧平生的白姐姐一点礼物。那也不用。你新婚的时候，我怕我赶不上，早点送了，心里干净。但我琢磨着，这白姐姐有了你，这世上也就不再缺什么了，何须我再送？你拿着，你平安，就是我给她最好的礼物。这是王爷送你的，我不能要。我拿着有什么用？我爹入监，我也差点死掉，难道还能来救我？倒是你留着，偶尔想起格格这2个字，就当个乐子，我就不留了。接下来还要跟着四爷跑马帮。当然了，我们江湖儿女江湖老。那你一路保重。这。
顾大哥，这一年我也读了些书。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，独不会说读书人的话。那也无妨。仗义每多图口碑，不幸都是读书人。那是负心人的错，跟书没关系。我看书上写，读书人送行的时候都要写诗互赠。我背几句今早读到的诗来送你。风雨如晦，鸡鸣不语。既见君府，云虎不喜。郭大哥，保重。嗯。这样。你是官差还是兵？我是犯人。你是好人，老天爷保佑你，一定能查清楚，不会不明不白就被冤枉一辈子的。我说求求你爹，让他收我为徒，叫我做生意。诸位，前面就是我家了，跟我一起进村吧。额父，我们奉命送到此处，往后的路您自己走，就此告别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你们一路护送我，多有辛苦，怎么也得进去吃口饭呢。军令在身，不敢违抗，额父不必多说。那日，额父和格格重回科尔沁，小人再伺候您喝酒。走。